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车未来》第6季第10集。看了这一集，你还会觉得外表很重要吗？一天，莉拉拿着镜子问弗赖：“你觉得我的眼睛太大了吗？”当然不是，那是你的标志，你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弗赖满满的求生欲，那你的意思是只关心我的外表？弗赖百口莫辩，男人太难了。这时，电视插播一条新闻：匈牙利机器帝国的皇帝尼古拉在今天上午驾驶奢侈的鱼子酱动力游艇抵达本市。班德表示：“本来我没想抢他那皇冠，但我一直梦想着当一个皇帝，而且从万圣节后，小偷的工作是越来越难做了。”说了这么多，他无非是想要一个帮凶来转移警卫的注意，可谁会愿意来当帮凶？另一边，教授已经确定把心智转换仪修好。艾米搞不懂为什么他会想把心智放在新的身体里。教授回答：“当你迈入第18个10年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科学没有积累无法前进，只遗憾在年轻的时候太谨慎行事了。”这样说，艾米就懂了，他也浪费了青春，像猪一样。说着，看向一旁的照片墙，果然是像一头猪。他让教授赶快把那张照片拿下来。一看到照片，艾米又饿了。教授叹了一口气，真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啊！等一下，如果我们交换了身体，那我的生活就能活到极致，你也可以放纵吃东西了。这主意太棒了！两人立马坐上心智转换仪，交换了身体。得到年轻身体的教授迫不及待去滑雪了，但这个身体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重要的是，教授不喜欢那2个馒头，他回到实验室要求换回身体。当两人在交谈的时候，班德无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他心中萌发：也许劫匪回来了。如果有了他的身体，谁还需要帮凶呢？两人正准备换回身体，机器却出了故障。原来教授没有考虑到大脑的免疫反应，一旦2个人已经转换心智，他们就永远不能换回来。不过好在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身体换回来，把第三方的身体当做临时储蓄空间。班德说：“正好我有60%储蓄空间。”说完就和教授换了身体，然后拿着怀表如愿的去游艇偷皇冠去了。教授准备和艾米换回身体，但艾米已经和班德交换身体，所以他们的身体不能再次交换。艾米表示：“那怎么办？还能让每个人都恢复正常吗？这不好说，恐怕我们要用到一样可怕的东西——数学。”来到游艇，看见皇冠，班德拿出怀表，现在只需要找到守卫，勾引他4秒，一切都将按照计划进行。可守卫竟然不受勾引，他只好给了他一拳。本以为交换身体可以尽情享受食物带来的快乐，但这假牙和这结肠根本不能消化任何东西。莉拉说：“至少你坐公交车，有人愿意给你让座吧？我就很想有人给我让座。那我们可以交换身体。”莉拉表示：“能随时换回来的吧。”两人成功交换身体。弗赖刚从外面回来，就闻到一股扑鼻的香味，是油炸冰淇淋，听起来是艾米会吃的东西。艾米说：“我就是艾米，所以莉拉在你的身体里。”不完全是。莉拉非常不满，看来你只喜欢我的身体啊！弗赖无语，向赫米斯吐槽：“作为一个男人，我到底应该怎么做？”赫米斯说：“你也可以交换身体，但必须是要很可怕的身体。”朋友们，我发现藤壶长在我的肚皮上。约翰的身体就不错。班德因为计划被打乱，气得扔掉怀表，因此出动报警系统。他被尼古拉抓走。班德说：“别看我是一个女人，其实我跟你一样是机器人。不信你可以问我只有机器人知道的事情。”好，那9的平方根是多少？不知道，但我可以跳舞。通过灵魂舞蹈，班德赢得尼古拉的信任，两人交谈甚欢。对于班德的平凡和普通，尼古拉很羡慕。他早就厌烦了这些珠宝、聚会和漂亮的女人，就算离开这个镀金牢笼1天也好。班德大惊，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不就是我羡慕的生活吗？既然这样，我就可以满足你的愿望。但尼古拉可不会和一个女人交换身体，那弯曲机器人呢？这个想法不错，但我明天必须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你能做到这一点吗？当然可以。班德把尼古拉带到公司外，他打算找到身体再叫他进去。莉拉却告诉他，教授带着身体逃跑了。班德束手无策，为了跟尼古拉有个交代，他和机器水桶交换了身体。在他交换完后，弗赖和约翰也换了身体。弗赖前脚刚走，班德就和尼古拉换了身体。现在实验室只剩下约翰和尼古拉了。听见这身体里的家伙有个朋友，约翰高兴得不得了，他像孩子一样抱住尼古拉。换完身体后的弗赖走到莉拉面前：“哦，你不是那么肤浅吧？你不会厌恶我这个身体的是吧？”根本没有。
艾米还在狂吃东西，有了莉拉的身体，她终于能想吃啥就吃啥了。不过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弗莱再次表现出厌恶的表情。莉拉说：“看吧，你还是这么肤浅，你得承认，你根本不在乎我的内在。”弗莱表示：“你之所以感到羞耻，还不是因为在公开场合。”为了各自的观点，他们决定今晚在餐厅来个约会。不停想吃东西的念头让艾米十分苦恼。赫米斯说：“你可以跟我交换身体，30年的饥饿会打败你这种念头。”约会如期进行，弗赖笨拙的吃相让莉拉有点难为情，但他嘴上还是说着没有，并做着比他还要难看的举动。莉拉问：“现在我这虚弱的身体让你难堪吗？”完全没有，这只会让你成为一个特别的女人。一听就是假话。两人又开始争吵，最后竟然当众 kiss， 把众人恶心的不行。为了证明自己是弗赖，约翰把尼古拉带到了机器人公寓，尼古拉却还是像皇帝一样使唤着约翰。约翰把一切搞得一团糟，教授算来算去也没法把每个人恢复原样，于是他干脆放弃，因为他本就不想回到那个年老的身体里，不如用班德身体去干一些事情。来到马戏团，通过灵活的身体，他被老板录用。精彩的表演赢得阵阵喝彩，他很快就成了马戏团的名人。贵妇大贝莎很欣赏他，他是一个大炮，负责把机器人射到天空。教授正想尝试在空中的滋味，可大贝莎已经老了，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把它射到空中。教授想让他和年轻的身体交换，但他表示绝不，我的身体可能是旧的，但它是我的，每道裂缝都有它沉重的记忆在里边。成为皇帝的班德终于拥有了想要的一切，但尼古拉的未婚妻却想要解决他，因为他爱的人根本不是尼古拉，而是尼古拉的堂弟，一个守卫，并且他们已经暧昧了700年。现在他们要解决掉尼古拉，然后继承王位。可班德不是尼古拉，他只不过拥有了尼古拉的身体。堂弟说：“那又怎样？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你这身体。”最后，班德还是不幸掉入大海。回到岸上，未婚妻和堂弟还在追杀他，他拼命逃跑，但演讲就要开始了。班德只好来到联合国开始演讲，堂弟也跟着来了。他告诉大家班德不是尼古拉的事实。就在班德快要领盒饭的时候，大贝莎牺牲自己，把教授送到了演讲现场。因为马戏团的机器都来自于匈牙利，大战一触即发。本以为教授就这样 KO， 但当他打开身体的时候，故事还没有结束。最后，班德拿出了一项假皇冠给尼古拉，尼古拉毫不知情，决定把它卖了来帮助百姓。莉拉的身体也恢复正常，艾米也不再狂吃东西，因为猪肉圣诞冰淇淋真的很难吃，她一下就失去了胃口，直到永远。弗赖和莉拉也和好如初。在克拉德的帮助下，大家终于恢复了原样。班德的美好计划落空，因为皇冠仍在尼古拉的身体里。每个人都想通过交换身体来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但每个人的身体都只能适合自己。艾米想要狂吃东西又不长胖，教授的身体虽然不长胖，但却不能让他狂吃东西。年迈的教授想要回到年轻，但到最后才发现，再年轻的身体也比不上自己的身体好。身体再年老，也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体，任何人都无法替代。那些表面光鲜亮丽的人，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幸福。幸福不在于你有多少钱、多高的地位，就像尼古拉一样，虽然他是皇帝，但他并不幸福。堂弟和未婚妻联合欺骗他，甚至还要谋害他，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普通人。再来看看莉拉和弗莱这对冤家，通过身体互换，事实证明，相爱真的和外表无关。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就算他长得再丑，你还是会爱他。能因为长相而离开你的人，根本不值得被爱。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评论、加关注。我是曹妮，咱们下期再见，拜拜。